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鱼作为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，因其鲜美的口感和营养丰富，它可以清蒸、红烧、煮汤、煎，各种烹饪方式。但是很多朋友在煎鱼的时候，总是遇到粘锅或者鱼皮破裂的问题，而且做出来的又腥又柴，口感不好。今天小颖就分享一道最简单的煎鱼小技巧，出锅外酥里嫩，超级好吃。今天花了10块钱买了5条金线鱼，另一种叫法是红山鱼，我这个地方叫金线鱼，其实是冰冻的金钱鱼，可以放在冰箱里急冻，要吃的时候才处理干净，否则就不保鲜了，肉质就不好。现在我们就处理鱼，鱼的表面有鱼鳞要弄干净，有个简单的方法去鱼鳞，不会整个厨房都有鱼鳞，把它放到水里，再拿个我家洗碗的钢丝，在鱼身上轻轻地擦，这些鱼鳞就会拖到水里，就不会乱跑到厨房各个地方。这个方法特别好，全部处理后，鱼鳞全部在水里，鱼处理得非常干净。再用剪刀把鳃剪掉，这个鳃呢不是很鲜红，因为它是急冻的。再用剪刀把肚子里剪开，把鱼的内脏除去。处理干净后，把它清洗干净，一定要将肚子里面的黄膜，还有鱼刺骨的血给它刮干净，这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。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鱼已经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在盘中，撒上一些盐在鱼的身上，把它涂抹均匀。它是海鱼，我们必须用粗盐去腌一下，因为这种鱼腌过它，它的鱼肉越腌越结实，更加香煎的时候也不容易碎。把它腌制2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末，一块生姜，把它切成末，切好后把它们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蒜苗，把它切成小段，切好后把蒜白和蒜叶分开放。现在我们的鱼已经腌差不多了，把它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盐清洗掉就可以。控水捞出，放在厨房纸，把它吸干水分，这样煎的时候就不会爆油了。再准备适量的面粉，放入过滤筛里，过滤到鱼的身上。鱼的两面都要撒上一层层薄薄的面粉，这是煎鱼不破皮、不粘锅的小技巧，它的皮也会脆脆的。接下来准备起锅，把锅烧热，倒入食用油，把油烧热，油热之后，把鱼在锅里拖一拖，然后才放进来。在拖一拖时，如果你觉得有点阻力不顺滑，先不要放，等一下再放，因为拖一拖的时候有阻力，就下锅会粘底的。我们的鱼刚下锅的时候，不要着急的给它翻动，我们再转中火给它慢慢的煎，像我这样往前往后给它煎一下，这样鱼头和鱼尾也能同样煎至金黄，
按照我的这些步骤，我们煎鱼的时候就不会破皮和粘锅了。将鱼给它煎至3分钟左右，然后我们再左右动一下锅，像鱼能在锅里面自由的移动，就证明已经煎好了。一面煎好以后，我们再给它翻过来，煎另一面。翻好面以后，按同样的方法给它煎至定型。我们无论是煎鱼块，或者煎鱼，或者是煎小河鱼，都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，保证煎出来的鱼不破皮不粘锅。3分钟以后，然后我们再给它晃动下锅，像这样鱼能在锅里面自由的移动，证明鱼也煎好了。鱼两面都煎好以后，我们翻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成果，看是不是煎的两面金黄，是不是一点也没破皮，非常的完整，颜色金黄，非常的漂亮。把鱼推一边开，然后把姜葱蒜末倒入锅中，把它爆香一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炒香后，放入1勺的生抽，1勺的蚝油，一点点鸡粉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这样煎出来的鱼才能熟透，而且比较入味。盖上盖子，它煮1分钟。1分钟以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然后将汤汁给它淋在鱼身上，这样能使鱼更好的入味。这个过程给它再煮1分钟左右，煮至鱼充分入味。这时候我们把蒜叶给加进来，把蒜叶煮至断生。我们的鱼也煮得充分入味，汤汁也变得粘稠一点。接下来我们用铲子将鱼给它捞出来，再给放入盘中。最后再给汤汁兑点薄芡，使汤汁变得粘稠一点。像这样就可以，加点食用油。我们将火关掉，然后把料汁给它淋在鱼身上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色香味俱全，鱼的香味弥漫整个房间。以后买鱼回家时，务必按照我的方法来做。这条鱼肉质鲜嫩多汁，汤汁渗透到鱼肚里，整条鱼都非常入味，香气四溢，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合适。而且整条鱼保持了完整性，鱼皮的口感也非常出色。家里有客人时，做这样一道菜，绝对会让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经过一番精心的烹饪，金黄的煎鱼终于呈现在眼前，色泽诱人，香气扑鼻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嫩的鱼肉与酥脆鱼皮的完美结合，令人忍不住想再来一块。无论是配米饭还是佐酒，这道菜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无限风味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